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一夜白头，满门惨遭屠戮，这是长安24计开篇呈现的第一个重击。一个本应意气风发、驰骋天地的少年郎，在血光与烈焰中目睹至亲倒下，那一瞬间凝固的绝望、愤怒与仇恨，仿佛在他的心口刻出一道永不愈合的伤痕。程毅在新剧中饰演的谢怀安，正是背负着这份刻骨的痛苦。从曾经的世家公子化身为隐藏于庙堂深处的智谋之士，他隐姓埋名，潜伏多年，只为在权势最深处织出一张无形却致命的复仇之网。他的目标只有一个，让幕后凶手血债血偿。而长安24计尚未开播，光是阵容亮相，便已在全网掀起一阵爆款前兆的呼声。倪大红、程泰深、刘奕君、王劲松这4位名字单独拎出来都是实力的象征，放在同一部剧里，就是观众心中的影视王牌军。他们是那种仅凭一个眼神就能让剧情升温的老戏骨，是能把角色演到骨头缝里的真正演员。再加上徐璐、童梦石等新生代演员的加盟，整部剧从第一秒曝光起，就仿佛带着精品预定的标签。可为何长安24计在未播前便已被视为程毅至关重要的翻身之战？答案不得不从他此前的2次口碑滑铁卢说起。一、从封神到争议，程毅经历了什么？程毅凭莲花楼中的李莲花一脚，彻底稳住了古装男神位置。那是一个带着病态与智慧、萧瑟与清透感的角色，程毅赋予了他近乎灵魂级别的诠释。观众沉浸在他的表演中，以为他从此将一路扶摇直上。然而紧随而来的2部大制作，却如同巨石般把他打进了舆论的漩涡。2天地剑心，从高开到暴跌的魔改事故。天地剑心开播时声势极盛，程毅饰演的王权富贵冷傲清俊，武戏利落，角色层次精准，观众一度认为又将见证一部武侠精品。但好景不长，剧情过半后突然大幅魔改，主角的故事线被压缩弱化，大量剧情向女主与部分配角倾斜，世界观被改得支离破碎，原本紧凑的叙事被强行注水。观众愤怒地指出，这已经不是王权富贵的故事，而是工具人富贵的爱情助推器。程毅的角色并非不出彩，而是剧本把他硬生生推到了尴尬的位置。他的努力被魔改消耗殆尽，这种失败让粉丝心碎，也让路人失望。3赴山海，改编失灵与制作翻车的双重滑铁卢。如果说天地剑心是令人惋惜的背叛，那么赴山海更像是一场荒诞。原著中的萧秋水是一位气贯长虹的武侠英雄，可制作组却做出了惊人之举，将传统武侠硬式魔改为穿越奇幻剧。主角被拆分成3个身份，程毅一人分饰3角。为了区分角色，他饰演的核心人物竟被塑造成傻白甜。一个本应铁骨铮铮的英雄被改成天真烂漫，甚至近乎呆萌。观众无法代入，原著粉更是怒不可遏。更严重的是，剧集后期制作竟然出现程毅拿着剧本的镜头被原封不动播出。这种低级错误让整部剧瞬间成为笑柄。程毅不是没演好，而是被制作坑得体无完肤。连续2次，程毅的稳定发挥完全被烂剧本和粗糙运营拖累，他的处境变得尴尬。一个好演员，却没有被好作品承托。正因为如此，长安24计才被视为他的荣誉保卫战。长安24计终于等来一部能让他放手一搏的好剧本。从已曝光的预告来看，
这一次程毅不仅演技状态在线，还呈现出一种角色附体的能量。他在看到满门惨状的瞬间，眼神从惊愣崩塌到燃烧着复仇火焰，层层递进，极具压迫感。而在华明引入朝堂后，作为谋士，他一个微微的皱眉，一个若有若无的冷笑，都像锋刃般藏着杀意。谢怀安这个角色本身就是复仇爽剧的顶级配置，强大却隐忍，聪慧却孤绝，带着王族之痛，拥有夺权之谋，外表沉静，内心澎湃。程毅与这样的角色极度适配。5. 国家队入场，质量的最大保障。更让观众安心的是，该剧传出将在央视播出。央视的选剧标准众所周知，不能瞎魔改，不能注水，不能逻辑涣散，不能呈现三观混乱，剧情必须扎实、完整、逻辑清晰。这意味着此前困扰程毅的那些烂剧本问题，大概率不会再出现。再加上倪大红、程泰深、刘奕君、王劲松等一流演员坐镇，整个剧的表演密度将远高于同类古装剧。而徐璐与童梦石的加入，则让年轻受众也能找到代入点。一句话形容就是：主角能撑，配角能打，剧本够硬，平台够稳。6. 为何说这是程毅的关键一战？因为这部剧能满足3个条件，让观众重新看到他的演技高峰。复仇谋士本就是爆发力极强的角色类型，让他摆脱烂剧牵连的噩梦，不再被魔改，不再被注水，不再背锅，让行业重新认可他选剧能力。演员选对了戏，才能真正站稳脚跟。长安24季不仅是一部剧，更是程毅向质疑发起的一次正面回应。在经历2次重挫后，程毅需要一部真正属于他的作品来证明，他不是运气好一次的演员，他能驾驭更深层次、更复杂的角色，他值得更好的剧本、更优的舞台。长安24季或将在12月定档，所有等待、质疑与期待都将在开播那一刻给出答案。这一回，程毅终于有机会不靠运气，而是靠实力，把属于他的荣耀夺回来。而我们也终于能看见他浴火归来，用复仇者的锋芒重塑古装男神的荣光。